放弃了出国的机会，在第二次高考的时候才考进了这所大学。我觉得他是一个追求完美、有点强迫的孩子。你看他这一句话评价自己，先写的那个永不言败、真诚善良、好学向上、有创造力，其实已经够了。他觉得这不够，前面加了是一个，后边还加了个的好孩子。他简历有个疑问，他在工作履历里边，他的第一份实习工作是去年，就是17年的12月份到18年的9月份，但是呢，后几份实习经历跟他是重叠的。我觉得他是在有点去积攒这个实习经历的成分。这个选手可能会走两个极端，因为他期望的年薪是20万。然后还一个明年才毕业的在校生有这样高的一个薪酬期待，要么就是他特别有才，要么呢就可能自我定位过高。我倒觉得他的问题是他第一个填国企，让我第一反应是他想要个户口，就这种感觉。对，想要一个户口。对，会让我有这种感觉。会想有点，如果我是应届生，如果能有解决户口机会，我肯定会先考虑一下。那这个女生到底她的扮相到底是那种随和型的呢，还是强势型的？我们拭目以待。掌声有请王一瑞。主持人好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王一瑞，今年24岁，来自江苏南京。我大学和研究生学的都是统计，所以我的擅长是数据分析。在生活中，除了紧张的学习还有实习之外，我会努力去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充实而又精致。因为我非常喜欢北京，所以我希望未来能够在北京长期发展下去。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，我希望能找到一份数据分析、商业分析之类的工作。谢谢。王一伟啊，我们刚才说在台下猜了很久啊，说你是个追求完美、有强迫症的人，还有人说你是不自信，是吧？内心有点怯怯的，请你回应一下我们刚才的这些猜疑，你是这样的人吗？我好像没有强迫症，我生活中比较随和。我对生活的质量，我只要觉得每天过得开心，然后吃得快、吃得好，然后睡得好，我觉得这是我生活基本满足就挺好的。但是就是对于自己比较坚持的事情的话，我会努力把它做好。比如说对待自己的学业啊，还有自己要追求的事情的话。让我们来说说你通过2次高考才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的事，好不好？其实我当时就是因为我学的这个我大学学的就是统计学，而在全国的话，人大的统计是在最新一轮的那个教学评估中排第1，就是它特别好。对。所以你第一次考上了哪里？我第一次也是考这儿。没考上。差多少分？我差了50-60分吧。哦，那第2次考了多少？396。如愿以偿。是。那对于那些很多一而再再而三都没考上的人来说，你是幸运的。挺幸运的。你当时有没有想过，如果第2次我还没考上，你还考第3次吗？这个问题，如果我没考上再去想。那你今年毕业了没有嘛？19年6月毕业。那在此期间你做过哪些工作呢？我就是在研一做过一些实习。实习的话，有去过券商，还有去过国家开发银行、东北证券、是百度，是吧？是的。为什么没有留下来呀？我投的都是仅实习的岗位。都是实习的岗位。就是刷履历，就是丰富自己的简历。那你今天来找是毕业生、研究生毕业之后的工作，还是实习工作？找的是，因为我现在在秋招，所以我这也是我经历。你刚才说了一句话，说你实习就是为了刷履历，为什么这么讲？也不是吧，就是我在每个地方我都有锻炼吧。就是比如说我在百度的话去写报告的时候，就是带我的 leader 他的一些思想，就是给了我一种新的启迪。我去看整个问题的话，跟我刚开始看这个问题是不太一样的。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其实要长本事了，而不是说我只是经历就行。人生我只要经历，但是我不知道它的意义在什么。我不太赞同刚才各位老师对于刷履历这个很负面的一个抵触的感觉。元宝，自媒体从业者、综艺人、演员，西安外国语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日语专业学士学位，
交换留学于日本城西国际大学国际文化专业学士学位。这刷履历本身对于一个大学还没有毕业的实习生来说，是他们去降低自己就业之后试错成本的一个行为。我是坚决反对刷履历的，因为刷履历本身来讲，你是没有沉淀在业务的细节里边。刷履历，不是说你的经历越多越不好，而在于说你在每一份学习里边，你是认真的去获取什么的。你的预期是什么？你的预期如果是我刷履历就是为了增加更多的履历，好，你经历的越多，好像你的经验越丰富，是吗？其实不是。在每一个地方的实习，我都是确实是为我自己的工作单位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的。我并没有存在说就是想要去为了刷自己，就是用这个刷这个词的话，就是去让自己的简历更丰满啊，就是去各种各样的单位。这样的经历就像你在旅途中，你要欣赏风景，而不是说我不停地拍照，或者我只是坐车经过。刷履历就像坐车经过一样。刷这个字儿无疑是停留于表面，不够深入，的确是不好的，但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就像很多企业家在台上，很多人有的时候也忘记了自己是招聘的，而是来刷存在感的，这也是不好的。所以任何人在功利面前，在自我的装饰面前，他都是有他的本能的。但是更为深入，那当然更好，理解你的意思，好不好？你今天来面试的也是商业分析和数据分析，那其实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岗位，对吧？你要求薪资多少？我的话，其实当时我写的时候，实习工作是吧？我是现在属于秋招季节，属于就是要找正式工作。按道理来说，他本科已经可以签约了。对，他现在是找了正式工作。你要求薪资多少？我希望的理想薪资是20万左右。底线？底线的话大概15万。能说月薪吗？月薪啊，12000差不多。12000。其实我没有这么算过月薪，我都是直接看的年薪。那你差不多一个月12000也差不多啊，一个月月薪不低于12000。不是你说的这个恰恰是问题，因为秋招现在很多大企业的秋招都已经结束了，现在在投你投哪里去啊？人家都已经不收简历了。现在4大什么应该还在收。如果做金融的话，实在没办法。但是你通过你的实习，你得到的结论是你想去国企，然后金融和高新技术企业。国企很多就已经结束了，这也就是说，对呀，你想去国企，你跑我这儿来干嘛？其实是一个朋友推荐我上这个节目，来试试看。是我从来没有上过台，也就是来搂草打兔子的啊，是吧？有地域限制没有？希望能在北京吧。好，这样啊，在第一轮选择之前，我务必劝告你一句。其实现在你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不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来求职的人了。你可以看得出大家脸色，觉得你不会常待，或者只是来涮一涮玩玩。你可以用1、2句话来挽回自己在对方心目当中的这种信任度吗？我想找的是一份正式的工作。我如果选择一份职业的话，我会把它当作是我生活和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我会用我的努力去把它做得尽量完美。好，第一轮选择去火灵。还有7站，来，天生我有。有准备什么才艺吗？我准备的是我在研一的时候做的一份商业报告。我们做的整个是先分析的是背景现状，然后我做的是描述统计分析。你的数据来源就是官网公开信息吗？我用的是爬虫的方法。那还是公开信息嘛？因为是的，是的。你会写爬虫？这个是会的。你会写代码吗？会写代码。你是用 Python 语言去写的一个爬虫去收集这些数据？也会用 R 写。我们就是每个人爬，当时这也是一份合作的作业。我是主要是我去做这个报告，然后我当时是用 R 爬了一段别的代码。编程是你们的课程之一吗？编程是还是你自学的？必须具备的，必须具备。来，进入职场的情商课堂。当领导对你说眼光放长远一点，不要在乎你眼前的工资，请问他的言下之意是什么？就是我要的钱有点多，我的能力可能跟我想要的钱不够匹配，就是需要他的想法，我觉得这好像也是第一轮选择之前大家想要跟你说的。
啊，好。对吧？除了这个意思，你认为还会有别的意思吗？他还希望我的话就是，能够在这份岗位上踏踏实实的干活。还会有第3种意思吗？低工资、低职位啊，还有别的吗？别在乎户口。你在乎户口吗？我想解读一下为什么我会在意户口这件事儿。其实我觉得，我为了我以后小孩的教育的话，我首先要把这个。那找个北京老公不就完了吗？那不行啊！我怎么能保证我爱的人正好是一个北京人呢？我发现他其实还是很有目标性，并且愿意把命运掌握在自己。应该说很在意北京户口。我估计你这样以社会招聘的方式，现在真正能解决你户口的不多了。你为什么不去考公务员算了？就是没有想过。我还觉得他还真是一个认准目标不罢休的人。他考都考2次，他很清楚，是吧？好，来老张。这位选手呢，各项得分都不错，尽责性啊、宜人性啊、情绪稳定性都挺好，与生活匹配这一块的一个得分比较高。那么就是他重点的考虑，在北京呢能有户口。假如说这家公司没能提供户口，估计他就很难吸引到他。他是很有一个梦想，扎根在北京，而且呢又要自己能够独立的去扎根在北京。决定要扎根在北京。对。户口是必须的，还是非必须的？如果是必须的话，即便今天你找到一家理想的企业，只要将来不能解决你的户口，你依然会走。要看我有多爱那家公司。我不太相信哎。如果这是你的一个梦的话，那我觉得这个梦你迟早你要坚持的。户口总是会让你一直坚持下去，抓着这个不放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思敏是北京人吗？不是。你来北京多少年了？16年。16年。嗯。是你想要获取北京户口，获取不了，还是你从没想过这事儿？我从没想过这件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户口对于你来说不重要。不重要，对啊。重点是一个女人强大自己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，即便有户口。